南宁的历史和文化积淀都离不开用江，也为我们中华民族的这个农业文明的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南宁也让邕江更加生动和鲜活。今天的邕江也向世界展示出来了南宁的开放。它就像母亲一样把那南宁抱在怀里。一江一山一路一湖一方天。在人们日常交易普遍使用的人民币中，100元是最大的面额，上面用的有汉、蒙、藏、维、壮等5种语言。这行文字就是壮语。言为心声，语言记载了种族的历史，也记录了人们的思想和情感。百鸟依上演，至今已经是第5个年头。但是这个传奇故事，却已在横县的壮族地区流传了上千年。与一般故事不同的是，百鸟依的情节更为浪漫神奇。当妻子被土司劫掠时，妻子让丈夫回去制弓箭射百鸟，用羽毛制成神衣，100天为期，相约再见。100日后，丈夫费尽周折制成百鸟衣，借献衣之机杀死土司，飞身上马，带着爱人绝尘而去。他能够通过美丽的故事讲述一个民族奋斗的精神，同时呢，向我们讲述了人间最美好的真情。奉献、牺牲，这种人类最崇高的一种精神，这些奋斗归结到一点，就是为了我们美好的家园，为了我们美好的生活。这也是我们习总书记说的啊，所有的幸福都是奋斗得来。一部百鸟衣，1000年壮族史。壮语作为壮民族的语言，源于古代岭南，主要流通于广西及周边省份的壮族聚居地区。在上林有2块唐代的碑刻，大宅宋碑和至诚碑，2块石碑上都镌有当时壮族士人创造的古壮字和土俗字。所谓土俗字，是壮族先民借汉字表壮语的语言记录方法。这些都成为研究壮族文字的重要线索，也是目前发现的最早的古壮语的实物证明。
经历1300年风雨的淘洗，斑驳的碑身和漫幻的字迹，向我们显示了岭南文化曾经的踪迹。我叫黄世慧，慧就是贤惠的慧。我11年就来到南宁生活，12年我就在广西民族大学读研究生。2001年，黄世慧在越南考取了河内国家大学中文系，开始学习中文。中国发展很好的，中文是非常热的一门专业，渴望啊，西游记啊，那些红楼梦啊，那些电视都看过，小时候非常喜欢。在越南学习中文，黄世慧遇到了来自山西的中国小伙严爱文。2011年，黄世慧带着刚出生不久的女儿，与丈夫一起回到中国发展，先后在山西、山东生活了一段时间，最终还是选择了定居南宁。南宁人很好，我非常喜欢这个方面。黄世慧在南宁安了家，他也把这座城市当成了第二故乡。自然的，他对本地人说的壮语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刚开始学硕士的时候，我是完全是一张白纸。进来的时候，我们也有学庄语，也有学那个古庄字。广西南宁市的武鸣区是壮族文明的重要发祥地之一，全城区总人口为71万人，其中壮族人口占86.6%，是广西最大的壮民族聚居地区之一。壮族就接下来文字和文化嘛，文字的话就研究就有跟汉字完全不一样的文字，也有一些就像汉字一样的就我们叫类汉字的文字。在长期的生产实践和社会活动中，壮族先民为了便于记事和进行交流，在商周时期就创造了刻画文字符号。这种文字在壮族创世史诗《部落驼》中称为最古老的文字。从字面上看，部落驼是智慧老人的意思。和世界各地的创世神话一样，部落驼反映了原始先民们对世界的不尽理解和无穷想象。这位智慧老人以惊天伟地的智慧和对人世间的无私大爱，开辟鸿蒙，教化万民，教人稼穑，授人渔猎，在万古长夜中点燃了文明的星火。我们和那个蒙古族啊、藏族那些史诗啊还不太一样的。我们主要是这个在这边农耕民族啊，它与农业有关系，它是以壮歌来叙述的。部落驼的传说啊，是一部古代的壮族古代的一部百科全书。它反映古代壮族社会发展的方方面面，可以说呢，相对一些其他民族的创世史来讲，部落驼的这个传说呢，它是比较完备的。部落驼在南中国的这块热土上，口口相递，代代传唱。大凡一种成熟的文化，都需要文字的固化。新中国成立后，
壮族的知识分子借用汉字，开始创造自己的语言。这在当时并不被看好的文化创举，却使壮这一在岭南偏安千年的民族走向了文化自觉，开始积累自己的文化资产，凝聚起文明的力量。文明也直接促进了族群的进步和发展。现在的壮族和其他各族和谐相处，命脉相连，自身也成为56个民族中人数最多的少数民族族群。少数民族语言文字传承了各民族的文化和精神，是中华文化多样性的生动例证。它们和汉字一起，共同构成了中华民族的悠久历史和灿烂文明的文化基因。如今黄诗慧一家人已经在南宁生活了10年，丈夫严爱文在南宁开了一家翻译公司，夫妇俩一起从事中国和东南亚国家的语言互译工作。从16年开始，我们开始做中国“一带一路”的项目，基本上都翻译那个中国我们叫文化传播的书。习近平主席的讲话是叫学习进行时，这个学习进行时呢翻译成泰语、越南语、马来语和印尼语。我们现在已经翻译完一套中国共产党历史，翻译成越南语，还有呢南京的屠杀，我们翻译成马来语和越南语。语言作为人类的伟大创造，不断推动人类文明发展和社会进步。千百年来，这块土地上的各族人民用勤劳的双手建设了美丽的家园，也用自己的聪明智慧创造了种类丰富的语言文化，经过人们世世代代的口传心授，源远流长，传承至今。李连进，广西大学教授，广西语言学会副会长。1995年，李连进在上海复旦大学攻读博士学位后，开始系统研究平话方言。平话，广西最古老的地方方言，现在大约有600万人把平话当成母语。史料记载，北宋名将狄青领兵征讨农志高。战争结束后，这些中原来的士兵化歌为礼，留在当地屯垦戍边，和当地女子通婚。中原古音自此开始在岭南流传，与壮语以及当地方言融合并流，成为听说便宜的平话，流传至今。为什么叫平话呢？有几种说法。有一种说法呢说，这种语言呢声调比较平，所以叫平话。有的说呢，因为是当时停止白沙这个地方不叫这个地名，当时叫平南村，狄青的军队就是平南军，那平南村的人讲的话，他们就说是平话。上世纪80年代，平话被国家认定为10大独立方言之一，确立了平话在全国语言中的地位。我们不知道古代怎么读音，也不知道这怎么读法，有什么规律，但我们通过方言这个排列，运用了这个历史比较语言学的这么一个原则嘛，这个时空原则，那么我们可以，它是有很大的这个价值。寻根是对家族前世的追溯，对种族根由的解密，而方言则是寻根的线索。从1994年到1997年，南宁市市志办多次派人到河南和山东，寻音辨声，认祖归宗。
终于找到了南宁平化人的祖先。这平化人呢，一说起他们的祖先，他们都说是山东白马来的。其实这个白马，山东啊，它并不是我们现在说那个山东省的意思。古代的山东是指太行山、西山以东的广大的地区，包括现在河南、河北、山东这一带，都可以说是山东。就是现在河南省的北部安阳市管的，叫滑县。它也是一种资源，而且是个不能再生的资源。如果你要做到一个省呢，你就只有一种方言，或者是2种方言，那么我认为它这个是对于多民族和多语言的多元性、文化多元性是有影响的。邕江锻造了南宁的城市品格，邕江的水道也带来南来北往的八方人等，自此平、白、关、壮、客各种语言再次汇集，交融交流，各种文化也在此碰撞生发，成就了一方多姿多彩而又兼容并蓄的文化风貌。冯杏元今年75岁，退休前是南宁市越剧团团长。这几天，他正在指导演员排练庸剧《河池双映美》。生活中的冯杏元平和谦让，可在排练场上，他就完全是另外一副样子了。再有5天，这部戏就要正式上演了，他真的着急了。61年来，我们团在邕宁县拿流镇演戏，最后演到那个蓝马过关那场，整个舞台推翻去，全部倒下了。观众太多，看不见谁也挤上来。你想，不是几千人了，几万人看。到那天晚上演出不够。那不够，农民就拿的那个生油，他每人扛着4两困难事情，拿来点来看我们，所以这个我就感动。他经常说：“我要把我知道的，我要把我身上的东西，我要传授下来，我要传给你们。”与一般地方戏缠绵哀怨、沉浸于男欢女爱不同，庸剧往往直接从上下5000年的历史中获取题材，从万里山河的沧桑巨变中吸取滋养。铁马金戈，慷慨悲歌，大气磅礴。在艺术上，则吐故纳新，激浊扬清，唱腔铿锵，抑扬顿挫，去除了生活的烟火气和琐碎情感。浩气存日月，荡胸生层云，给寻常的人生带来英雄主义的体验，给庸常的生活平添一抹鲜亮的色彩。庸剧其实它来源于中原文化，就是中原的戏曲流传到我南边。庸剧呢，它是融入了大量的西南少数民族的那些文化艺术元素语言音乐武打表演等等，都融入了很多广西壮族的东西苗族瑶族的东西是吧？所以它是庸剧，可以说它是汉民族和各少数民族共同培育的一个剧种，它是很特殊的。庸剧呢，在中国348个剧种里边呢，它是一个很特殊的剧种，就是它是以一条江、一座城来命名的一个剧种。庸剧呢，既有婉转细腻的地方呢，又有呢刚烈热情的地方。在我们这个整个戏曲百花园里边呢，一提起庸剧来呢，
大家都会有这个很强烈的反应。它是我们代表我们广西这样一个多山的这个地区，人呢又非常的这个性格刚烈，它是这个能够反映就是广西人人文特点和这个民族特点的一个剧种。南宁市庸剧团最初成立于1951年，在上个世纪50、60年代的鼎盛时期，庸剧流传于广西、湖南、广东、山东、江西、江苏等地。作为广西的代表剧种，多次参加全国文艺汇演，为中央领导人及外国元首做精彩演出。广西的庸剧呢，它的很多剧目里边呢是非常擅长这个武打的，尤其是在它的早期呢，它是用这个真刀真枪表演的，这在其他剧种里面都是没有的。梁素梅主演过多部优秀庸剧作品，曾获得第19届中国戏剧梅花奖。如今她带出的学生也开始崭露头角。从9岁开始，石维颂开始跟随梁素梅学习庸剧。2018年，石维颂参加了第22届中国少儿戏曲小梅花终审决赛。他表演的庸剧《老悲少》，唱腔优美，技巧扎实，从众多的参演剧目中脱颖而出，获得小梅花金花奖。这是国家对少儿戏曲人才颁发的最高奖。在这一段里头呢，一个人扮2个角色，下身呢就是扮老爸爸，上身呢扮少女。对演员来说是一个挑战，下身呢必须要走老人步，上身呢就是自己这个10几岁的一个女孩子。唱腔很美，然后服装也很美，然后学的人就是会有一种就是很开心，发自内心的，然后接触了才知道。一缕悠扬的曲声从古代发端，走进了现代生活。从2017年开始，南宁市组织戏曲进校园活动，戏曲名家走进校园，走进孩子，孩子们也近距离看到戏剧大家的表演，感受到博大精深的中华传统文化。传统的地方戏在年轻一代中获得新的土壤，新的生机。孩子们是一张白纸，因为他们没有时间接触，他们不了解不认识，你叫他怎么喜欢？每出戏每个人物，他就是说孝、善、敬等等，那在孩子们的心灵里头，在他们的身上也会体现出我们中华民族那种优秀传统的一些礼仪。戏剧是大千世界和百味人生的再次扮演，是一曲从古代流淌至今的乡音之歌，也是一曲奔涌不息的生命之歌。道不尽历史沧桑风云变，唱不够世事如流岁月稠。就在这或温婉细腻，或激昂慷慨的乐声中，文化的薪火得以代代相传，永继不绝。老烧羹，吹佛头，乌雷茶。小时候就说童谣啊，从童谣开始教会我们传承，就是从这种白话童谣开始。今年32岁的陆达玉从小学习书法，2009年他来到白俄罗斯学习艺术，2015年回国。文化的交流给了他与众不同的视野，对熟悉不过的家乡语言，他也有了新的感受。我觉得白话跟白俄罗斯本土语言一样，就是一个濒危的一个语种嘛，也可能在不久的将来，可能10年、20年，就慢慢就没有人去说这些东西了，就很危险。于是我就穿街走巷去收集这个
白话童谣，然后就一边写这个童谣，一边我又慢慢的又回到了当时的老南宁，当时的街道，当时的这些生活嘛，每个行当都有每个行当的童谣，一些很多东西，为人处事的东西，那其实很简单，但是它的意义其实很重大。我就用了我自己的语言和我练过的字帖，再融入它们一起，让它有一个新的生命或者新的形式去说一个中国汉字的故事。慢慢的，大家也去接触到了这个南宁白话，然后去学习南宁白话，去推广南宁白话，这样可以慢慢的让这个语言没有这么快消失。不论是伫立在大地上的雄奇建筑，陈列在博物馆的精美器物，还是保存在文库里的辉煌巨著，流布在民间的风俗礼仪，都是文明的传承。这其中，语言是人类文化中最杰出的创作，是流淌在我们血液里的历史基因，深捐在人心中的文化符号。语言经过历史的千年洗礼，与现代的我们共赴一场穿越时空的约会。它向现代人展开了一方土地的历史画卷，也阐释了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的根本缘由。它记录了我们的前世，也昭示了我们的今生。它烛照着我们的过往，也必将指引我们的前程。流过了多少道弯，才有了你美丽的容颜。历经了多少沧桑，才有了你今天的荣光。